有一样东西比你的长相更能暴露你的层次，比你的穿着更能看出你的修养，那就是你的音量。你可能以为自己很能控制音量的大小，但其实音量一直在出卖你。你还没开口讲内容，别人已经从你的声音里给你贴好了标签。有一次我在捷运上，整节车厢都很安静，大家各自低头看手机或者闭眼休息。突然有一个人接起电话，讲的只是晚上吃什么这样平常的事，但他一开口，整节车厢的人几乎同时抬起头，不是因为他说的有道理，而是因为他的声音太大了，大到所有人都被迫听见。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，一个人一开口，别人不是先听内容，而是先被音量决定的态度。而态度一旦出来，再重要的内容往往已经来不及被好好听见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人对声音的判断永远走在理性之前，走在内容之前。你还没来得及解释你是谁，你的声音已经替你完成了第一轮自我介绍。所以今天我要跟你分析音量背后的4种性格密码。音量直接反映你的个性，你可以对照一下自己和身边的人，然后告诉我准不准。等我分析完这4种，你会发现原来我们身边每一个人都能对号入座，而你自己是哪一种，你可能从来没有这样想过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们现在就开始。在我几十年观察人的经验里，我发现音量确实能够看出个人的一些性格特征，而且准确度非常高。不信的话，你听我慢慢分析，你一定要好好对照，看看你自己是哪一种，看看你身边的人又是哪一种。第一种人一开口你就知道他们说话声音特别大，但你听得出来他们没有恶意，他们就是天生这个样子，高兴的时候哈哈大笑，整条街都听得到。生气的时候也是大声，但气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这种人豪爽直率，没有心机，他们心里藏不住事，有什么说什么，不会拐弯抹角，容易冲动，脾气一上来就控制不住，但是也容易原谅别人。今天跟你吵架，明天见面还是跟你打招呼，真诚热情，一眼就能看穿他在想什么。在餐厅吃饭，他讲话你隔壁桌都听得到。接电话的时候，整个办公室都知道他在讲什么。跟朋友聚会，他的笑声永远最大。碰到不公平的事，他会第一个站出来。虽然声音大，但不是故意要吵人，他只是控制不了自己的音量。做朋友很放心，因为他不会背后捅刀，他的脸就是他的心，你永远不用猜他在想什么。热情大方，朋友有困难他一定帮。虽然有时候讲话不经大脑，但你知道他没有坏心。可是缺点也很明显，容易得罪人，因为说话太直，不分场合。该小声的时候他还是大声，情绪化，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。适合当先锋冲在前面，但不适合做需要谋略的事，因为他藏不住话，也藏不住心思。我记得台北有个传统市场，有个卖菜的王大哥，他的声音在整个市场最大，你还没走到他的摊位，就听到他在那边喊青菜水果新鲜便宜啦。刚开始很多人觉得他太吵，但是跟他买过几次菜之后，大家都喜欢跟他买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从来不缺斤少两，碰到老人家还会多给一些，看到带小孩的妈妈会送个水果给小朋友。他声音虽然大，但心肠好。后来那个摊位生意最好，不是因为他便宜，而是因为他真诚，大家信任他。如果你是这种人，我要告诉你，你的真诚是好事，这是老天给你的礼物。但是你要学会控制音量，不是要你改变性格，而是要你考虑场合。在市场可以大声，在捷运就要小声，跟朋友聚会可以大笑，在医院就要安静。该大声的时候大声，这是你的优点。该大声的时候也要学会降低，这不是压抑自己，而是尊重别人。你的真诚加上对场合的尊重，你会更受欢迎。第二种人，你一听就知道他们说话轻声细语，像春风一样很舒服。你从来没听过他们大声说话，即使生气也是压着声音，宁愿自己受委屈，也不愿意跟人争。
这种人包容力特别强，很少跟人起冲突。他们说话前会想一想，深思熟虑，不会脱口而出。心思细腻，善于观察，能够察觉到别人的情绪，会照顾别人的感受。在办公室里，他们总是最安静的那个，开会的时候不会抢着发言，但是他们说的话往往很有道理。跟人起冲突的时候，他们会先让一步，不是因为他们怕，而是因为他们觉得没必要争。你拜托他们帮忙，他们很少拒绝，即使自己很忙，也会亲身答应。相处起来非常舒服，不会给人压力，善解人意，懂得照顾别人的感受，做事细心，不容易出错。当你的倾听者，你有烦恼跟他们说，他们会很有耐心的听完，然后温和的给你建议。但是缺点也要注意，太过温和有时候显得软弱，容易被人欺负。因为大家知道他们好说话，有些人就会一直麻烦他们。他们不懂得拒绝，有委屈往往藏在心里，时间久了会积累怨气。虽然表面上还是笑笑的，但心里已经很累了。关键时刻可能缺乏魄力，该坚持的时候不敢坚持。你办公室一定有这种同事，他从来不跟你大声说话。你有困难找他，他总是轻声答应。你急着要资料，他加班帮你赶出来。你忘记带便当，他分半给你。但是你要注意，不要因为他好说话就一直麻烦他，因为他虽然不会拒绝，但心里会累积压力，总有一天会爆发，或者他会默默远离你，你都不知道为什么。如果你是这种人，我要提醒你，你的温和是优点，是你的美德，但不要让温和变成软弱。该坚持的时候要坚持，该拒绝的时候要拒绝。音量可以温和，但态度要坚定。你可以轻声说，不但一定要说出来，不要让别人以为你好欺负，因为你的善良应该被尊重，而不是被利用。记住，温柔是强大的另一种表现，不是软弱的借口。第三种人最让人捉摸不定，他们的音量没有规律。刚才还好好说话，突然就提高音量，你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生气。有时候温柔的像羊，有时候暴躁的像虎，让人完全摸不清他们的脾气。这种人情绪不稳定，心情起伏特别大，内心焦虑不安，缺乏安全感，容易受环境影响，别人一句话就能影响他们的情绪，他们自己也控制不了。早上见面，他心情好，跟你温和的打招呼，中午再见，他可能就板着脸，音量变大了。你问他怎么了，他说没事，但是音量已经出卖了他。对上级的时候声音特别小，特别客气，对下属或家人就大呼小叫，或者刚刚在外面温柔得不得了，回到家对家人就大吼大叫，让周围的人永远不知道今天要面对的是温柔版还是暴躁版。这种人可能内心有冲突，有压力，有焦虑，可能成长环境不稳定，小时候父母也是这样对他们，所以他们学会了这种模式。或者可能最近遇到了困难，工作压力大，家庭有问题，经济有困难，身体不舒服，但是他们不会直接说，只能通过音量的变化来表达。跟这种人相处特别累，因为你永远要猜他的心情，你不知道今天该怎么跟他说话，说错一句话他可能就爆发，让人觉得很不舒服，不知道怎么相处才好。别人会对你有戒心，不敢跟你太亲近，因为你的情绪太不稳定。长期下来，人际关系一定会出问题。办公室里最常见这种人，经理来的时候，他声音变得特别小，特别客气。是，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经理一走，他对同事就大呼小叫，这个不对，那个不行，刚刚你怎么不讲，现在讲什么讲？或者对上级温和的像绵羊，对下属严厉的像老虎。这种人你要小心相处，因为他的双重标准迟早会让他失去别人的信任。这种音量忽大忽小的人其实最可怜，因为他们自己也很痛苦，他们也不想这样，但是控制不了情绪，像坐过山车，自己也被自己折磨。晚上可能会后悔，我今天为什么又发脾气，为什么又控制不住音量，但是第二天还是一样。这是一种恶性循环。如果你是这种人，请你一定要注意，你需要好好反省一下，你的音量失控其实是情绪失控，背后可能有压力，有焦虑，
你要找到压力的源头，是工作，是家庭，是经济，还是健康？找到了才能解决。建议你学会情绪管理，可以找人倾诉，可以运动释放压力，可以学习冥想，学习呼吸。当你的情绪稳定了，你的音量自然会稳定。这不只是为了别人，更是为了你自己。因为情绪不稳定的人，身体也会出问题。第四种人是最高境界，他们的音量永远恰到好处，不会太大，也不会太小，刚刚好让你听得清楚，又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。他们懂得什么场合用什么音量。这种人成熟稳重，有分寸感，有修养，内心有定力，不容易被外界影响。他们懂得尊重别人，也懂得尊重自己。该大声的时候能大声，该小声的时候会小声，这才是真正的掌控。在捷运上，他们轻声交谈，不会让旁边的人听到。在会议室，他们音量清晰，让最后一排的人都听得见。在家里，他们对家人温和，但不是软弱，而是尊重。碰到不公平的事，他们也会据理力争，但音量不会失控，因为他们知道说服力不来自音量，而来自道理。不是刻意压抑自己，而是真正掌控自己。音量随心而变，但始终在掌控之中。这需要长期的修养，不是一天两天能练成的。真正的领导者就是这种人。你看那些成功的企业家，他们开会的时候音量不大，但大家都认真听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说的话有分量，不需要用音量来强调。他们对员工说话温和，但是员工都很尊敬他们，不是怕他们，而是真心尊敬。因为他们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内在的力量。这种人的魅力在哪里？他们走到哪里都受欢迎，因为跟他们相处很舒服。他们懂得照顾别人的感受，同时也不失自己的立场。你有困难找他们，他们会认真帮你，但不会让你有负担。你做错事，他们会指正你，但不会让你觉得丢脸。这种分寸感就是从音量开始展现的。如果你是这种人，恭喜你，你已经修炼到一定程度，但不要骄傲，因为修养这件事是一辈子的功课。继续保持，同时也要帮助周围的人，让更多人明白音量的重要性。好，这就是音量背后的4种性格密码。你对照完了吗？你是哪一种？你身边的人又是哪一种？准不准？其实每一种都没有绝对的好坏，关键是要了解自己，然后朝着第4种去修炼。但是在修炼之前，我们还要更深入的了解音量背后更深的道理。你知道吗？音量这件事，它暴露的不只是性格，它有3个层次的暴露。第一层暴露的是你的层次，第2层暴露的是你的性格，第3层暴露的是你内心深处的安全感。我们一层一层来看。第一层，音量暴露你的层次。什么叫层次？就是你站在人生的哪一个位置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层次越高的人说话的音量越低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心中有敬畏，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比自己更大的东西，所以他们不会张扬跋扈，不会大呼小叫，不会以身压人。李白有一句诗：危楼高百尺，手可摘星辰。不敢高声语，恐惊天上人。你看，不敢高声语，不是胆小，而是敬畏。真正有层次的人，心中有敬畏自然，音量有分寸。你在捷运上大声讲电话，暴露的是你没有公共意识；你在餐厅对服务生大呼小叫，暴露的是你内心的优越感缺失。真正有优越感的人不需要大声，因为他们的地位本身就说明一切。那些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的人，往往是层次不够的人，他们需要用音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，但是越证明越暴露他们的层次不够。第2层，音量暴露你的性格。这就是我刚才分析的4种性格密码。音量急促的人往往做事也急躁，音量忽大忽小的人情绪不稳定，音量始终温和的人内心有定力。你的音量就是你内心世界的外在表现。控制不了音量的人，往往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。
控制不了情绪的人，往往也控制不了自己的人生。第三层，音量暴露你的安全感，这是最深层的秘密。为什么有人必须用大声音才能说话？深层原因是什么？是内心缺乏安全感，害怕被听见，害怕不被重视，害怕自己的存在被忽略，所以他们必须大声用音量来刷存在感。但是真正有安全感的人不需要这样做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价值不需要用音量来证明。你看，音量这件小事其实暴露的是一个人的全部，从层次到性格，从性格到内心最深处的安全感。所以我常常说，想了解一个人，不用听他说什么，先听他怎么说，音量就已经告诉你答案了。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更重要的真相，人的大脑对声音的反应速度比对内容的理解要快得多。科学研究发现，当一个人说话的时候，听者的大脑会在3秒钟内根据音量、音调、语速做出第一判断。这个判断决定了要不要继续听下去。如果音量让人不舒服，大脑会自动启动防御机制，即使后面讲的内容再有道理，听者也很难真正听进去。为什么我们会本能的躲开大声说话的人？因为在远古时代，大声往往代表危险，代表攻击，代表威胁。这种本能刻在我们的基因里几千年都没有改变。所以当一个人用很大的音量说话时，即使他没有恶意，我们的本能还是会感到不舒服，会想要远离。这不是你的错，这是人类的本能反应。反过来说，温和的声音为什么让人舒服？因为温和代表安全，代表友善，代表没有威胁，我们的大脑会自动放松，会愿意继续听下去。所以你看，教养好的家庭培养出来的孩子，他们的声音都比较温和，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如此，而是因为他们从小被教育要尊重别人，要照顾别人的感受。这种教育内化成他们的习惯，展现在音量上。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关于声音的智慧。老子说，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。什么意思？最大的声音反而听不见，最好的形象反而看不到。这不是真的听不见看不到，而是说真正有力量的东西不需要张扬，不需要显摆，它就在那里自然而然地影响着周围。就像春风化雨，润物细无声，你听不到它的声音，但是万物都在它的滋养下成长。从易经的角度来看，声音也要讲究阴阳平衡。阳刚是音量大，代表外放的能量；阴柔是音量小，代表内敛的力量。最高的境界是什么？是阴阳调和，刚柔并济。该大声的时候能大声，这是阳；该小声的时候会小声，这是阴。阴阳平衡，这才是和谐。如果一个人永远都是大声，那是阳气太盛，容易伤人伤己；如果一个人永远都是小声，那是阴气太重，容易被人欺负，都不好，要懂得调和。孔子讲礼乐，礼是规矩，乐是和谐。音乐要和谐，声音也要和谐。什么是和谐？就是恰到好处，过也不及。孔子说，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快乐但不过分，悲哀但不伤身。这个分寸感也体现在音量上。你高兴可以笑，但不要笑到让别人觉得吵；你难过可以哭，但不要哭到让别人觉得烦。这就是修养。为什么古人这么重视音量？因为他们知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哪里开始，从修身开始。修身从哪里开始？从最小的细节开始。音量就是最小的细节之一。连音量都控制不好的人，怎么可能控制好自己的人生？连对自己的声音都没有掌控力的人，怎么可能对自己的命运有掌控力？我们再来看看音量和层次的对应关系。我把它分成3个层次：低层次、中层次、高层次。你可以对照一下，看看自己在哪个层次。低层次的人音量有几个特征。第一，在公共场合不懂得控制音量，捷运上大声讲电话，餐厅里大声喧哗，电影院里大声说话，完全不顾及周围的人。第二，对弱者大声，对强者小声。
这种人看人下菜碟，对服务生、对清洁工、对下属，他们大呼小叫；对老板、对有权有势的人，他们声音就变小了，变客气了。这种双重标准最暴露一个人的层次。第三，用音量压人，以为声大就有理。跟人争论的时候，他们不是讲道理，而是比谁的声音大，以为声音大就能赢，这是最低层次的做法。第四，对家人叫对外人客气，在外面对谁都温声细语，一回到家对父母、对配偶、对孩子就大吼大叫，这种人层次最低。中层次的人知道要控制音量，但做不到始终如一。情绪好的时候温和，情绪差的时候暴躁。他们懂道理，知道应该控制音量，但是缺乏修炼。一碰到压力，一碰到挫折，马上就控制不住了。这种人不是不想做好，而是功夫还不够，还需要继续修炼。高层次的人，无论对谁音量都恰到好处，对服务生、对清洁工、对下属、对家人、对陌生人，音量都是温和的、尊重的。即使生气也能压住，火气不会让音量失控。他们以德服人，不以声压人，让人感觉如沐春风。跟这种人相处，你会发现他们从来不需要用音量来证明什么，因为他们的修养本身就说明一切。我在台湾见过一位企业家，他的公司有几百个员工。我去他公司参观的时候，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，整个公司的氛围特别安静，大家说话都很轻声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因为我自己说话就很轻，员工看到老板这样，自然也就学会了。他说我从来不对员工大声说话，即使他们做错事，我也是轻声指正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尊重他们，我希望他们也学会尊重别人。果然这个公司的文化特别好，员工之间相处都很和谐，离职率很低，这就是音量的力量，从老板开始影响整个公司。现在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，为什么真正有力量的人不需要大声？你想过这个问题吗？权威不来自音量。见过哪个真正的大人物需要扯着嗓子说话？那些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人，那些真正改变世界的人，他们说话的音量都不大，但是他们说的话全世界都在听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话本身就有分量，不需要音量来加持。音量只是形式，内容才是本质。当你的内容够分量的时候，你根本不需要大声，说服力不来自音量。所以说有理不在声高，你是不是在理和讲话的声音大小无关。两个人在争论，一个人声音大，一个人声音小，谁赢不一定要看谁讲的有道理。你看法庭上的律师，他们辩论的时候会大吼大叫吗？不会，他们都是心平气和的讲道理，举证据，分析逻辑。因为他们知道法官听的是道理，不是音量，反而是那些没理的人才会大声想用音量来掩盖自己理亏。尊重不来自音量，你想要别人尊重你，先要尊重别人的耳朵。大声说话其实是一种侵犯，是对别人听觉的侵犯，是对别人空间的侵犯。温和的声音才能赢得真正的尊重。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，那些受人尊敬的人，他们的音量都不大，但是大家都愿意听他们说话，都愿意跟他们亲近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用音量展现出来的是对别人的尊重，而这种尊重会得到同等的回报。我现在要讲家庭中的音量智慧，这是最重要的部分。因为一个人的修养最能体现在家庭里，外面可以装，家里装不了。你对家人的音量才是你真实修养的展现。先讲夫妻之间的音量。我见过一对台湾的老夫妻，他们结婚60年了，从来没有吵过架。我问他们秘诀是什么，老先生说很简单，我们有一个约定，再生气也提高音量。老太太接着说，因为我们知道一旦音量提高了就收不回来了，话一旦说出口就像泼出去的水，覆水难收，所以我们宁愿先冷静一下，等情绪平复了再说，也不要在生气的时候大吼大叫。他们说刚结婚的时候也会想吵架，也会有冲突，但是每次要吵的时候就想起这个约定，就把音量压下来了，慢慢的就
养成习惯了，现在想吵都吵不起来，因为音量一直很平和，听了很感动。这才是真正的智慧。音量里藏着的是尊重和爱。你对配偶大吼大叫，不管你说的内容是什么，对方听到的只有你的不尊重，只有你的愤怒，只有你的攻击，而这些都在一点一点的消磨你们之间的感情，直到有一天感情消磨光了，婚姻就破裂了。再讲父母对孩子的音量，这更重要，因为这会影响孩子的一生。经常对孩子吼叫的父母，养出什么样的孩子？要么懦弱胆小，要么暴躁易怒。为什么？因为孩子会模仿父母，你用什么方式对他，他就学会用什么方式对别人。你经常吼他，他要么被吓到变得胆小怕事，要么学会了也用的方式对别人。我认识一位台湾的老师，他教书30年，从来不对学生大声说话。有一个学生特别调皮，上课捣乱，很多老师都拿他没办法，但是这位老师从来不吼他。每次他捣乱，老师就走到他旁边，轻声跟他说：你这样做影响到其他同学了，你愿意出去冷静一下，还是愿意坐下来好好听课？学生被这种温和镇住了，因为他习惯了被骂，习惯了被吼。突然碰到一个不吼他的老师，他反而不知道怎么办。慢慢的，这个学生改变了，因为他感受到了尊重，感受到了温和的力量。后来这个学生毕业了，还特地回来感谢这位老师，说老师改变了他的一生。这就是温和的力量。你用温和对待孩子，孩子学会温和；你用吼叫对待孩子，孩子学会吼叫。你想要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，先让自己成为那样的人。你想要孩子有修养，先让自己的音量有修养，再讲对长辈的音量。这是孝道体现。真正的孝顺不只是给钱，不只是买东西，而是体现在日常相处的细节里。对老人家说话要慢，要温和，要有耐心。很多人对外人很客气，对父母就没耐心。父母问个问题就不耐烦的大声回答，知道了啦，讲过了啦，不要再问了啦。这种态度最伤父母的心。你要知道，父母老了，反应慢了，记性差了，他们不是故意要重复问，而是真的忘了。你小时候学说话的时候，他们教了你几百遍，从来没有不耐烦。现在他们老了，问你几次你就不耐烦，这像话吗？真正的孝顺是无论父母问几次，你都耐心的温和的回答，让他们感受到你的尊重，你的爱。记住你今天怎么对父母，你的孩子将来就怎么对你，这是因果。职场中的音量也很有学问，音量与职场地位有什么关系？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，真正的领导者开会时音量都不大，但是大家都听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说的话有分量，不需要用音量来强调，反而是那些职位不高的人想要证明自己，才会在会议上大声说话，想用音量来刷存在感，但是往往适得其反，因为大家会觉得他不够稳重，不够成熟。音量与职场信任也有关系，同事会根据你的音量判断你是否值得信任。音量失控的人，别人会怀疑你其他方面也失控。你连自己的声音都控制不好，怎么让别人相信你能控制好工作，能控制好情绪，能在关键时刻靠得住？所以在职场上控制好音量，其实是在建立信任，是在展现你的专业度。从中医的角度来看，音量和健康也有很大的关系。大声说话伤身，中医说大声伤气伤肝。长期大声说话的人，容易肝气上逆，容易上火，容易发脾气，而发脾气又会让他们更大声，这是一个恶性循环。声音与五脏有对应关系，肝对应的是怒，你经常大声发怒，就是在伤你的肝。心对应的是喜，你的声音温和，心情愉悦，心脏就健康。温和说话是养生，声音温和，气息调和，心平气和，百病不生。古人的养生智慧里有一条叫寡言养气，不是不说话，而是说话要少，要慢，要轻，这样才能养气。气养好了，身体自然健康。
所以你看那些长寿的老人，他们说话都是慢慢的、轻轻的，从来不急躁，从来不大声。这不是偶然，这是养生的智慧。不同场合要用不同的音量，这是基本的礼仪。在公共场合，捷运、公车能讲电话最好，真要讲也要降低音量。餐厅里音量以对方能听清为准，不要影响隔壁桌。电梯里最好保持安静，要说话也要轻声。图书馆、医院这些是绝对的安静区域，在这些地方连走路都要轻一点。在家里虽然是私人空间，可以放松，但不是放纵。家是修养的第一道场，你在家里怎么说话，就暴露了你真实的修养。在商务场合，音量体现专业度，恰到好处的音量显示你的自信和修养。太大显得不专业，太小显得不自信，刚刚好才是最好的。现在我要教你如何修炼音量的功夫。第一步是觉察，开始注意自己说话的音量，观察别人对你音量的反应。如果别人皱眉，如果别人后退，如果别人转头，这些都是信号告诉你音量太大了。在心里问自己，我现在的音量合适吗？这个觉察很重要，因为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音量有问题。一旦你开始觉察，你就开始改变了。第二步是呼吸，用腹式呼吸控制音量。深呼吸让你的声音更沉稳，也让你的情绪更平静。每天早上练习5分钟，吸气的时候感觉气沉丹田，呼气的时候慢慢的呼出来，然后说话。你会发现你的声音变得更有力量，但是音量却降低了。这就是用气的力量，而不是用音量的力量。第三步是情绪管理。音量失控往往源于情绪失控。生气的时候先深呼吸3次再说话，把想说的话在心里过一遍，调整好音量再说出口。我教你一个方法，当你很生气很想大吼的时候，先喝一口水，慢慢喝，让水从喉咙滑下去。这个动作会让你冷静下来，然后再说话。你会发现音量自然降低了。第4步是同理心，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。如果你是对方，你愿意听这样音量的说话吗？如果不愿意，那就降低音量，把别人当成你在乎的人来对待。你对你在乎的人会大吼大叫吗？不会。那对其他人也不要，每个人都值得被温和对待。第5步是日常修炼，从对家人说话开始练习。最难控制音量的时候，就是最需要控制的时候。每天进步一点点，今天比昨天音量降低一点，明天比今天再降低一点，慢慢的这会成为你的习惯，成为你的修养。音量与福报有什么关系？古人说贵人语化迟，为什么说话慢声音轻的人容易成为贵人？因为他们懂得掌控自己。连音量都掌控不了的人，如何掌控人生？掌控自己是一切的基础。你能掌控音量，就能掌控情绪，能掌控情绪就能掌控行为，能掌控行为就能掌控命运。温和的声音能化解冤结。我听过一个故事，2个邻居因为一些小事结怨，互相看不顺眼。有一天，其中一个邻居的孩子生病了，另一个邻居听到了就过去探望他，轻声细语的问候，温和的安慰。这个态度让对方很感动，过去的恩怨就这样化解了。后来2家人成为了好朋友，这就是温和的力量。柔软的声音胜过坚硬的拳头，能化解冤结，能温暖人心。大声恶言会有什么果报？你今天对别人大吼大叫，种下的是什么因？是恶因，将来必然收获恶果。也许别人当下不敢反抗，但是心里已经记恨你了，总有一天会报复。或者即使不报复，你也失去了这个朋友，失去了这份感情，而这些都是你的损失。善护口业从音量开始，不让别人的耳朵受罪，就是积德，给别人舒服的感觉，福报自然来。为什么现代人越来越大声？因为社会节奏快，人心浮躁，信息爆炸，每个人都怕不被听见，竞争激烈，用音量争取存在感。
大家都在喊，都在叫，整个社会就越来越吵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越是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温和的声音反而越珍贵，越能打动人心。当所有人都在大声的时候，你温和的说话反而会让人停下来听，回归内心的宁静。外面的世界在吵，你的内心可以很安静，不要被环境改变，要用你的温和改变环境，成为那个让整个空间安静下来的人。当你走进一个吵闹的房间，你不需要比别人更大声，你只需要温和的说话，慢慢的别人会被你的气场影响，也会降低音量。这就是磁场，这就是气场。真正的气场不是大声，而是内在的力量。音量是一面镜子，照见你的修养，照见你的层次，照见你的内心世界。当你控制不了音量的时候，其实是在告诉别人你控制不了自己。当你音量恰到好处的时候，你在告诉别人你是一个有修养的人，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，是一个值得交往的人。控制音量就是修心，这不是压抑自己，而是成就自己，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。你投资在音量的控制上，收获的是别人的尊重，是良好的，人际关系是和谐的，家庭氛围是健康的，身体是平静的，内心这些收获比任何物质的投资都更有价值。从今天开始改变，不要等明天，不要等以后，就从下一次开口说话开始。注意你的音量，调整你的音量，让你的声音成为温暖的力量。你每一次温和的说话，都是在积累福报，都是在修炼自己，都是在影响周围的人。这个世界需要更多温和的声音，而你可以成为其中之一。以德服人，以和为贵，这是老祖宗留下的智慧，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品质。德不是高高在上，德就在日常的细节里，就在你每一次说话的音量里。和也不是妥协退让，和是恰到好处，是阴阳平衡，是让所有人都舒服的状态。当你的音量有德有和，你的人生自然有福。记住我刚才分析的4种性格密码。第一种是音量大而有真情的人。如果你是这种人，保持你的真诚，但要学会控制音量。第二种是音量细小温和的人。如果你是这种人，保持你的温和，但要学会坚定。第三种是音量忽大忽小的人。如果你是这种人，要好好反省，找到情绪不稳定的原因。第4种是音量恰到好处的人。如果你是这种人，恭喜你继续保持，但不要骄傲，因为修养是一辈子的功课。你的音量决定了你的高度，这不是夸张，而是事实。层次高的人音量都不大，因为他们不需要用音量来证明什么，他们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一切。温和的人走得更远，因为路上有更多的人愿意陪你同行。大声的人可能一开始走得快，但是走着走着，身边的人都散了，因为没人愿意跟一个大嗓门一起走完一生。最后我想说，愿我都能成为那个让世界安静下来听我们说话的人，不是因为我们的音量大，而是因为我们的修养高；不是因为我们的声音响，而是因为我们的话有分量。当你真正有力量的时候，你根本不需要大声，因为你的温和本身就是最大的力量，你的修养本身就是最好的名片，你的音量里藏着你的命运。好好修炼，从今天开始，从下一次说话开始。